考古版闲言闲语来了。我特别想要在节目里有可以展现我厨艺的机会，但是我又特别抗拒做毛豆腐这件事儿，但是我又特别想做毛豆腐。完全不愿意做毛豆腐是吧？我不喜欢，但是我想要。一方面我特别想要做毛豆腐，但是如果他们都不给我3连，为什么要做呢？毛豆腐是安徽驰名中外的素食佳肴，通过人工发酵法使豆腐表面生长出一层白色绒毛。当地人多以辣椒酱佐食，鲜醇爽口，芳香诱人。看到这里，小编不禁想问：毛豆腐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？首先拿出昨天晚上泡好的黄豆，打成豆浆。真香！现在把豆浆过滤一下。我们现在已经过滤好了，这些就是我们过滤出来的豆浆，这些是我们过滤出来的豆渣，像不像海边那种很细的那种沙子？我觉得这个豆浆的量有点少，我们再打一些黄豆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豆浆了，已经接近手段。现在要把这个豆浆加热一下。哦呦，光倒豆浆是不行的，我们还要倒一点水。把它上头所有的沫儿都撇掉，煮沸。这个豆浆的话，要这样保持沸腾5分钟，你再关火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静置了一会儿啊，豆浆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豆皮儿，捞起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是真的豆皮儿啊，就是你把它晾干了之后，就是我们吃的油豆皮儿。一般吃的那个豆腐都是卤水点豆腐。为了做这个视频呢，我就发现其实有一种新的方法，叫做白醋点豆腐。对，配好比例的白醋和水，白醋不能直接倒到这个锅里啊，它需要用这个勺，然后把它慢慢的推到我们现在煮好的豆浆里。OK， 我们现在还要再等一会儿，让它们充分的融合一下，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啦。Later。大家好，它叫豆花，也叫豆腐脑。你们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呢？你们那儿的豆腐脑卖多少钱一杯、一斤不一碗呢？那我们现在把卤好的豆腐脑盛出来。我准备了一个篦子，豆腐模具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豆腐脑。你们能听到那个小河流水的声音吗？我先让它漏一会儿吧，不管是什么豆腐，它都做得有模有样。把它包起来，找个重物给它压一下啊，还是要把它多余的水分压出去。用这个大勺的底部压着它，用梳。知识就是力量 ，perfect。40分钟之后再来看一下它的样子。OK，40分钟到了，看一下我的豆腐变成了什么样。我已经看到了。它嫩嫩的哦，我就是新一代的豆腐西施了呀！谁来吃我的豆腐啊？谁来吃我的豆腐？切它！这是毛霉菌粉，就是让豆腐长毛的关键。2克。好，闻起来有点像黄豆粉，加水把它稀释一下。
现在像油炸冰溜子一样，把我们这个豆腐裹上毛霉菌粉。OK， 现在我所有的豆腐都已经裹上毛霉菌了。你别管它现在是不是毛豆腐，反正它就是要长毛了。至于这个毛能长多长，2天以后再见。Day 2, Day 3, Day 4。OK， 今天就是我们低调不失典雅、高贵但不膨胀的毛豆腐出炉的日子。嘿，开干！它比臭豆腐还要再臭一点儿，有一种那个下水道就那种湿透的那种淤泥的味道。哦，它这上头真的有那种白色的绒毛哎，而且这个连接处特别的浓密。哎呦，就是这个味道啊！这个毛豆腐啊，它是不能直接吃的，煎一下它就香了，它就不臭了。赶紧倒油，整个屋子都臭了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臭毛豆腐，别人家的毛豆腐也长这样吗？就有点像豆腐乳。我这个怎么那么像臭豆腐乳？我这个毛豆腐是不是坏了？我现在有点不敢吃呢，这扯翻的真是无路可退啊！我们现在试下油温啊。哦 ，OK， 它已经有小气泡了。我觉得我如果用筷子夹的话，它可能就散了，所以我还是准备了小铲子。它还反应的挺激烈。我感觉它应该已经好了。这把真是小贤秘制毛豆腐了，怎么样？看看这是不是色香味俱全？主要是这个味儿啊，太味儿了，我天！我们还是先按照配方上说的，就是要加辣椒酱再吃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？是本来想着是吧，幸幸福福做一盘毛豆腐，大家一起幸幸福福的吃上一顿。结果我相信这样的话，就我镜头后头的静哥都不爱吃，那我觉得我也就不难为大家了，我自己尝一口就完事儿了，是吧？跟臭豆腐差不太多，但我看人家做的都是那种感觉脆脆的外壳，然后里头都是白白的肉，我这个就是一按就是囊了，也不知道是好的坏的。不要浪费辣椒酱。带着我满脸的抗拒来，我们还是尝一口啊，毕竟这么多天都过去了，努力不能白费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豆腐臭了，它坏了，它是坏豆腐啊！对不起，我浪费了3天光阴，它应该属于垃圾桶，它不应该属于办公室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把屋子弄臭了，我还把自己整到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